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小雪，欢迎大家观看这一次的苗木新颖的周年庆预热活动故事，耶耶耶耶！在开始这一次的故事之前呢，我们先换一下套装吧，先换不是换这个钱，是换辉光主神套装，哟，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我这一次的访谈如何呢？我真是拼尽全力了。大家知道这个套装是怎么来的吗？这个套装呢，就是新年格的套装。对，我用它很多次了，之前是黑月光，这一次是这一次的孔雀套。那么呢，在开始这一次的周年预热活动之前呢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次周年庆会有多少件套装吧。我相信大家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，应该呢周年庆已经来了吧？我相信已经来了。至于到哪个阶段我就不知道了。今天几号啊？那么呢，这一次周年庆呢有12个套装，应该是我没有算错的话。那么我们先说蝶这一次蝶说会送我们的6个套装吧。其实我觉得不是6个，是5个，剩下的那一个呢是往年都有的。我还希望不是他。结果没想到真的是他，哎呀！还有一个仪式周年免闪套。首先呢，就是莫迪设计的这个套装，是不是很富人的感觉？对，这一次呢免费套装就比较那种贵族的感觉。然后第二套呢是暖暖设计的，哇，这个套装就公主又小姐的感觉吧，那种花公主，哇！就特别好看。然后这个暖暖设计这个套装呢，就有三种 pattern 吧，就有3种样子，大概是你们所见的。没想到这一次暖暖呢，它有2个闪套哦。那点呢很满意这一次的活动啊，希望呢这一次的抽盒状况会很好，它的概率会很好，我的钻石看入啊，现在希望到时候呢我解开我的图鉴会有很多钻石吧。尽量，就是可惜我的1海收集不能集齐呀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非凡套应该不叫非凡套吧，应该叫非凡部件，有3个，就是你们所见的这3个都是部件，不是套装，还说要送我们6个套装，其中3个就是部件而已，部件单品，哎呀，不是套装。然后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暖暖设计的这一次周年免费非凡套。每一年都有的，这那里算是免费，就是你的某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包含在内的意思吧。可是我觉得不包含呢，我以为是新的那一种，不是这个呀。好吧。但是呢，暖暖的卡面一如既往的非常的 beautiful 啊，很好看。暖暖不愧是星夜主神啊，是神啊！虽然我们也是神来着，不过暖暖的那个名字比我们还要好听啊。我们是搭配之神，而暖暖他是星夜主神，哇，名字升华了。我在干嘛？那么呢，接下来呢，我就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吧。首先，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次周年庆的双闪套。这次双闪的设计师是星夜主神暖暖，还有辉光主神的主场啊。首先呢，就是暖暖设计的这个星夜主神的套装，我就叫它星夜主神套装好。暖暖的设计一如既往喜欢用星空这样子的东西，就好像之前星之影，哇！连续啊，各位！去年呢是浩瀚花，今年是它的名字是我于心。OK。套装呢一如既往呢没有太多的装饰，不过呢它的花纹啊什么之类的，就质感呢就是很高级的感觉。对，暖暖设计好像很少那种装饰的东西，但是呢视觉尤其是卡面就特别的神，很好看。尤其是复苏，我喜欢的复苏就很神的感觉，就是美神降临啊，不是那个美神，是美神降临。不行啊，讲不过呀，神降临 OK。 然后呢再仔细看看呢，可能或许呢有点像婚纱的既视感，是
很像是不是？可是一看到卡面的就不像了，就好像去神殿的时候呢，我看漫画的时候那些主角啊，尤其是女主角啊，还去神殿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们都会放一个头纱，就那种的感觉。可能呢，这个暖暖呢就好像经历了不同的冒险与危险，所以呢就会诞生出这样子的比较勇敢的、坚韧的暖暖。毕竟呢走过竞技的路嘛。然后呢，复苏之后呢，暖暖就是那种又美又可爱又飒，总之呢，好像什么东西都在她身上了啊。心智还有在，可是哇，暖暖和暖暖聚集在一起，冠冕的感觉。对，下面字也有写到冠冕。那接下来呢，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个仿单，我这个仿单是竭尽我全力了。它的头饰我有小小的改变一下，大家看得出吗？我相信大家看不出的。它原本的样子是这样子的，我把它放大，因为要像羽毛，可是我这里很少羽毛，这是唯一一个有羽毛的头饰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辉光主神设计的辉光主神，这一次设计呢就有很多种颜色，大概有4种颜色。第一个颜色是金色的，我叫金孔雀，还有黑孔雀，还有碧孔雀，还有白孔雀。哇，这4种颜色都很好看，是不是？那么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的很暖、很妙的、很棒的头饰。这个头饰呢有点抽象啊，这比之前那个像宝石一样的熊呢还要抽象。这个可以跟暖武比了，抽象。暖武那个比较抽象一点，这个也是一样抽象啊。感觉只要暖暖系列都一定要有一个抽象的套装。那接下来就是星之海的其他3个颜色即将上线哦。之前暖武呢也是有上线5个颜色的星之海，而这一次呢小暖也来了哦。星海永远不会迟到，在每个版本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一次免费闪套，这次的设计师是奥菲利亚。这个我难以想象是奥菲利亚设计的，没想到是他设计的。哇，就那种成熟又很优雅的感觉，就又是白漆黑的感觉吧。卡面的话呢，哇，卡面复出之前真的是绝了啊！接下来是艺海收集，艺海收集本期我到现在都还没得到它。这个套装呢是谁设计的？这个套装是像梦露设计的，就是6角龙的。以6角龙为主设计的套装，是有点像那个巴啦啦小魔仙的美学。集齐的话呢，我的图鉴那边又可以多一个钻石了。然后这一次最新的艺海收集的设计师是黑鸠，一如既往的好像有点僧人的设计，不是僧人设计，是用僧人的东西来为做灵感来设计。如果呢他没有那个奇奇怪怪的像蝙蝠翅膀的东西放置的话呢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套装。能猜的吗？能猜的话我会很谢天谢地。如果它的上面的那个青色的那个东西也能猜的话，说不定是更加好啊。大概是这样子吧，我的感想，希望能猜的。然后还有搭配评选赛的衣服，这一次的设计师是菲德尔好像是尼尔，就是莉莉丝身边的秘书吧，是吗？还是奥菲利亚那边的？我有点忘记了。然后这个套装呢，它的宣传图呢，一如既往好像双胞胎的感觉，但是套装还是挺不错的，有宝石的那种感觉，就挺华丽，就那种希腊风格吧。然后卡面的应该是希腊还是埃及的风格不错呀，哇！复出之前复出之后的感觉都不一样，就前面比较看起来比较帅，就有点禁欲，然后复出之后呢就正太啊，然后呢小暖也有辐射啦，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去找小暖，我连暖暖的突破都还没去过。目前的套装呢大概就是这样子，还有一些礼包啊、场景啊，还有一些什么单品什么之类的。有兴趣的各位呢可以到蝶的官方那边看，我相信你们应该也看了七七八八了吧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智梦空间最新的
就是呢，暖暖呢会在方舟那边布置一个织梦空间，总结就是呢，他搞了一个像设计工坊呢，我们可以搞一个横屏，就是像图片这样子，我们可以呢就像一个设计师这样子给裙子设计，放布料啊、花纹啊，还有放一些蝴蝶结什么之类的，就是没有什么材料啊、什么布料啊，我们尽量往这个衣服上设计。有模板的话就尽量放上去，你们有什么灵感就放上去。总结就是我们和暖暖一起设计衣服，至于怎么搞呢？到时候呢大家好好体验吧。那么我们开始这一次的描摹心灵的活动故事吧，预热活动故事。那么开始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吧，来吧。眼前是一片温柔梦幻的星海，黑夜裁剪成少女的裙摆，每一颗星星都是明媚的点缀。身破舞裙的少女就在那群星之间微笑着，熟悉而陌生。暖暖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曾在一个星夜的梦中相见，那时我说我们会再次相遇。这一次我用画布记下来了。我不记得了。无论你是否记得我都会铭记与你的相遇，那是所有轮回的记忆与情感孕育出的改变毁灭命运的微小可能性。这份微小的可能性在经历了无数危机之后已经渐渐萌发。我一直就在暖暖的心里，在这片被你点亮的星海中央，我等待着与你相见，也等待着暖暖取回这份属于他自己的力量。或许现在就是这个时刻。末日危机，暖暖和你经历了许多至暗的时刻，这一次或许是距离末日最近的一次，但相应的也是离开一起拯救最近的一次。这片星空中的星光正因你们而闪烁，呼唤着全新的可能。在奔赴这一次的争场之前，我希望为你讲述一些被遗忘的故事。很多年前，一位先知将末日的神谕带向了奇迹大陆，诞生了许多末日的传说。它们是传说，也是预言。它们或许曾经发生，也可能是未来的预言。我将它们记录在我的星海，和我所经历的那些湮灭的世界一起，在无尽的昨日与未来之间，在不同的故事与相同的结局之间，我开始描绘我的理想世界。虽然它还未完成，无论怎样，我要好好听着。谢谢你，小雪，你总是像这样在我身边鼓励我呢。我相信你一定能从故事中寻找到通往真实的钥匙。不愧是预热活动故事，感觉充满和周年庆有关的东西。你到底会跟我们说些什么东西呢？该不会说历年以来呢发生的一些事情吧？总之呢，我们来看吧。可是他又说他描绘的一些东西，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荒原的祭司说，末日是一片业火地狱。荒原是最接近神灵的地方，人类与自然相伴，身体里的每一滴血，每一缕气息都与大地血脉相连。荒漠之地上处处是奇迹，那里有铁、黄金与绿松石堆积的高山，有受勇气感召才出现的甘泉，有能听懂人言的动物，有在夜晚移动的森林万物皆有灵性。夜空中的心灵星罗棋布，祭司和灵女献上供奉，也收获祝福和赐福。祖先的灵魂驻守在陵墓深处，有守灵人传达先灵的指引。在这片众神眷恋的土地，命运因占卜与启示变得不再神秘，人们的心灵如绿洲般纷扰。强大的心灵让双手充满力量，直面危险的勇气与强大对抗的意志，力量与躯体的美，这一切赋予人类开拓的精神，在荒漠中建立明珠般美丽的文明。末日的神谕来到这片荒漠，如同故事的种子随风沙翻滚，开出了传说的花朵。传说在末日的尽头，山丘上会张开无数巨口，无尽的流沙在天坑中翻涌，巍峨的乌尔帕山脉也无法将它填满。烈火喷出灼热的火焰，在大地上燃烧蔓延，吞没部落与牛群，
吞没深阙与神殿，最终吞没整个世界。人们却并不恐惧末日。到那时，少年会用珍贵的黄金装饰头发，勇者投身向最灼热的考验。人们浑身上下绕满珍贵的香油，跳起祭祀末日的舞蹈，迎接烈火的洗礼。生命本就来自这片大地，也终将回归尘土。即便神像与神殿当趴，神灵也依旧在夜空闪烁。即便肉体与个体毁灭，灵魂也会过越末日，在意识的海上汇集。万物循环流转，此消彼长。无尽的烈火之后，汪洋海水会扑灭火焰，世界终将重归平静。风会带来新的种子，再度孕育生命。到那时，人们的灵魂会从那意志的海上再度分离，随着新世界的诞生，转世重生。为什么人们对末日没有任何的感想？好像想想一下2012年。对，就2011年的时候呢，有玛雅预言说2012年将会世界末日，人们可是非常的的那种惊恐嘛，去购买一大堆吃的东西。听说那时候空了很多东西吧，听说。我们现实中的人类都已经这样子，为什么你好像不拉萨？就你们奇迹大陆嘛，不愧是奇迹。来吧，继续。这个图案灰色的是哪个国家呢？北地的歌谣中说，终极是冻结的时空。传说时间之初，世界是一片无尽的汪洋，自然的神明于海水中苏醒，听见了海水里生命萌发的愿望，于是他施展凡人无法想象的伟力，施舍了一片漂浮的冰原。即便是这样严酷的大地，阳光、土壤、雨水都匮乏的极致，生命还是找到了出路。风带来新的种子，植物最强的将根茎扎进冻土，动物在风雪中颠带出厚厚的皮毛，人类在冰天雪地中诞生，极寒永恒地笼罩在灰暗的上空。强大的自然神盘踞于此，巡视着自己的领地。人们向神灵祈祷，祈祷鱼群不因风暴而迁移，庄稼不因骤寒而枯败，老人与幼童不因漫长的冬季而死去。但自然神强大而冷漠，他并不想赋予人类太多东西，亦不想让渡未来的可能性。他给出了唯一的答案：唯有强者才能生存，因而人们只能在神明的注视下，为了狭窄的生存空间，互相争斗，互相争夺。铁与血成为这片土地永恒的主旋律，钢铁铸就栖息的堡垒，打造战斗的武器，热血唤醒冻僵的躯体，成为战士的勋章。生命在斗争中迸发暴力的美，又迅速熄灭，而那无名的尸骸又会埋进冻土，或作新生命的养分。血缘哺育生命，又收回生命，如此循环往复。有人呼唤和平的春日，唤出的白气还未冻结成冰沙，稚嫩的愿望便凋零在寒风中。有人依靠强大建立统一，但再强硬的铁碗也会被寒冷侵蚀龟裂。下一轮的争斗再次开启，无论人们如何挣扎，一切的一切终将会被皑皑白雪掩盖。末日的神谕来到这片冰原，被呼啸的北风吹向喧嚣的战场，唤起了渺茫的愿望。传说在末日的尽头，冰雪会吞噬一切，无论是刀剑和枪炮，亦或是热血、仇恨、愤怒，已成为英雄的理想都不再咆哮，连时空都会冻结，生命再度陷入沉睡，这无尽的斗争循环也会因此停止。人们因此呼唤末日。到那时，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放下武器，人们回到最初诞生的冰原，紧密又亲密地拥抱彼此，迎接共同的毁灭。直到时间的指针再次向前，漫长的冬日终于过去，
温柔的阳光洒下大地，冰雪消融，露出松茸而湿润的泥土，草木生发，鸟雀以溪水吟唱欢快的歌谣。最温暖的春天将会来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暖暖。这么每一次都要跟我说你好啊？这一节我真的完全听不懂啊！你们听得懂吗？我完全听不懂啊！怎么感觉好像就是你争我夺，总之就是为了自己而作战啊！战争什么的一点都不好说，因为我无法理解。总之呢，我们进入下一集吧。信鸽教堂的师伯宣颂，辉光会拯救信仰太阳的人，温暖的光芒照耀着这片富饶的瓦土。当信鸽展开翅膀，衔着春日的地履，星枝拂过树梢，精灵、矮人与地精一同从自然的伊甸园里诞生，已是不同种族和谐的生活在信鸽森林。弱小但善良，亲密如手足，他们分享相同的食物、居所、语言，以分享对自然的信仰。人类以奇迹的万物共生，崇拜精灵的魔法，殿下矮人的宝藏，恋慕地精的灵巧。当人类拥有最奇迹的心，那心让他们想要拥有便去获取，渴望强大便去学习。于是人类运用智慧制造工具，驯服野兽为家禽以坐骑，焚烧平原以耕种作物，砍伐森林修建起高大的建筑。最终人类离开自然的怀抱，开拓只属于自己的领地。人类聚集成村落，逐渐起城邦，最后创造了伟大的王国，辉煌的文明。漫长的发展积累了传统与历史，但是王国的珍宝却也成为束缚前行脚步的枷锁。人们拥有了十分富庶的物质，远超其他生灵的地位，可被延续的幸福，也恐惧着失去它们。末日的神谕来到这片土地，失去的恐惧达到巅峰，人们第一次开始渴望拯救。起初人们向自然寻求拯救，向天空、大海、土地、森林祈祷，一如他们千百年来所做的那样。当人类屈服的脚步轻易地踏平未知，自然的母亲变得渺小，唯有空中的太阳永恒不变，在每一个长夜的尽头照亮黎明。于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仁慈又博爱的神明，称呼他为辉光神。传说中辉光神用光芒创造了世界，并用世间的一切。人们用黄金塑他的像，用祷歌颂扬他。人们祈求他的赐福，祈求辉光永恒。他有一座天地之上的天国，那里没有任何苦难，太阳永不沉落，欢歌从不消失。当末日降临，圣域之门开启，一切罪孽都会被宽恕，一切黑暗都会被驱逐，纷争、灾难和疾病都在光芒中不复存在。人们依旧恐惧末日，人们也不再恐惧末日，因为经历了漫长苦难的善良之人会去往最幸福的光辉天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暖暖。这总结就是你们想象出来的神的意思啊。然后用琉里德，因为琉里德是一个传说中的搭配师，所以你们就拿他的形象来塑造成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辉光主神是并不存在，可是因为你们的信仰而塑造了他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他是新神，是你们自己的信仰而创造出他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因为我没有记错，之前有一个什么神来着，就是4周年的那个，也是有这个先例，我可以这么认为吗？那么最后一个，这个天人应该是尼尼尔了吧？尼尼尔祷告院的神使高呼，黑暗会宽恕信仰月亮的人。末日的神谕传播向奇迹大陆时，名为尼尼尔的王国尚未诞生。夜月而来的微风拂过黄金海岸，设计师们的国家为了美以和平建立，人们在此进行抒发对美的畅想。美高于一切，美主导一切。尼尼尔塑造和信仰了一位神明，搭配以美的神明。他来自不同国度的设计师们也带来了不同的信仰，其中就有关于末日已拯救的部分。
荒原的古曲描绘了业火的地狱，北地的歌谣讲述着冻结的时空，信鸽的教诲宣扬拯救的辉煌。但这一切都没能左右人们对美的信仰，反倒是末日这个宏大又浪漫的概念激发了人们的灵感。于是末日成为了艺术家们创作的主题，诗人写下长达13个篇章的神曲，讲述从天堂到地狱的奇景。画师打翻了所有的颜料，用最绚烂的色彩描绘救世神明宏伟的容貌。无数关于末日的世界被摆上展会，每个人都在这艺术的狂想之中尽情抒发灵感。直到人们听到一支轻声哼唱的摇篮曲，来自一位祷告院的修女。请不要畏惧黑暗，月光会守望在你的身侧，夜月来的微风将带给你安眠，黑暗会宽恕信仰月亮的人。但并没有刻意编排这首曲子，只是为了哄祷告院的孩子入睡，歌词与曲调都是尽情的哼唱，但它安抚了所有的灵魂，每个聆听的人都落下眼泪。人们说这是最美的，末日应当是这样美丽。人们将那支摇篮曲传唱，将美丽的桂冠戴在了他的头顶，称他为美的使者。一场关于美的争辩落下了帷幕，从信鸽来的辉光教会采纳了这个传说，开始宣扬对月亮的信仰。更颠为辉光教会留在了尼尼尔，但并没有人在意这小小的改变。很快新的主题出现，下一场美的争辩再度开启。人们并不在乎末日，精灵精致又脆弱，梦幻如泡影，即便不是末日，也能被无数其他事物摧毁，但美将会流传下去，哪怕末日降临，也会留在每个人的心间，抵达永恒。温柔的星海在眼前摇曳，我在画布上构想我的理想世界，它不是毁灭之后的新生，也不是永恒光辉的圣域，它不需要鲜花遍地，也不需要处处回荡着欢歌。我希望它就有如我最初见的那样，处处充满了生命力，每个灵魂都在奋力的起舞。传说记述着人们对世界的热爱。我希望那些微小的闪闪发光的星光能够一直存在，不断创造新的美好，走向自己理想的未来。但是另一个存在也在描绘他的世界，他将每一个传说都编纂成属于他的预告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迷失在末日的恐惧中，进入他的天国，崇拜他，信仰他，赞美他。他正在降临这个世界，天国之门已经开启。小雪，你回去了，奇迹大陆需要你。那你呢？梦会因为刺眼的阳光而醒来，但即便虚假的白昼遮挡了一切，星星依旧在空中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暖暖。怎么每次你都给我打招呼啊？所以这个是暖暖心底的暖暖。那个星神到底是谁？该不会是莫秋丽吧？因为莫秋丽她好像成神的感觉，因为她去了一个，她之前打开什么门来着？有点忘记了，我好像没有好好去研究剧情，看起而过的感觉。这一次的故事就此结束了。这个预告呢，这个周年预告呢，我感觉的充满了一个刚开始呢所有人的信仰。基本上没有信仰这个存在啦，就是人们自己创造了信仰这个存在，然后并且呢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创造了不同的神、教会、宗教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因自己需要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信仰，大概是这样子吧。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故事就此结束啦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、按赞、分享出去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哦。那么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，周年快乐，暖暖！我在干嘛？